接上集虽说海童接了战印的视频通话，但并不说话。彤彤，你吃饭了吗？怎么看不到人？是不是你手机坏了？我明天给你送一台新手机过去。海童依旧不说话，打开摄像头，然后让手机对着杨洋。姨丈，我在吃饭，小姨做的饭好吃。我当然知道你小姨做的饭才好吃，可惜我吃不到，倒是便宜了你小子了。洋洋能给姨丈吃一点吗？姨丈吃不到。姨丈为什么吃不到？姨丈在手机里，所以吃不到。洋洋，能让姨丈看看你小姨吗？姨丈，小姨就在这里，我都能看到小姨，姨丈怎么就看不到小姨？战印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和杨洋解释。海童挂断了视频通话，连杨洋都不让我看了。彤彤，你去哪里？心里烦闷，出去吹吹冷风。姐，我骑你电动车去。别跑太远，电量可能不是很够，跑太远半路没电了，就只能推车。知道了。别去找小军喝酒哈，战印不放心你，姐答应他不会让你开着车乱跑，不让你去喝酒的。姐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却帮着她来管着我。我不是帮着谁，我是以你的安全为第一。你心情不好，把车子当飞机来开，容易出事。喝酒，酒量又不好，喝不了2杯就醉醺醺的，第二天醒来又会哭着说头痛。小姨，我也要去。姐，我带杨洋出去溜2圈，小心点。知道了。谁想到刚推电动车出来，就看到了在大楼门口徘徊的战印。彤彤，海童头也不回，更不用说应答他了。阿七，去给我买一辆电动车，送到我姐这里来，以后彤彤骑车兜风，我跟她作伴。半小时后，姨生俩满载而归。杨洋在这等着，小姨把车推进车库锁好。小家伙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小姨买给他吃的，乖乖守着。杨洋，熟悉的声音响起。姨丈。海童听到战印的声音，因为分心，他没有留意，电动车碰撞到旁边的一辆女装摩托车，那辆车往旁边倒去，海童推着的电动车都被带得一边倒，海童站立不稳，也跟着跌趴在车身上。彤彤，彤彤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擦伤？让我看看。谢谢战少的关心，我没事。战印心塞塞的，他总是这样，连帮他的机会都不给他。姐，你拿支笔和纸下来给我。我推车进车库时撞翻了别人的车，对方的车后颈摔断了，不知道是谁的车，我给人家留张字条。海玲没有任何指责的话，很快就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下来，然后他用眼神示意战印跟着他退出车库。海童拿到了纸和笔后，在纸张上面写下了道歉的话，让对方明天联系他，他会赔偿对方的修车费。姐，他走了。你买的东西有点多。战印自告奋勇地帮忙把东西搬上楼去了，说去兜风的，最后去了超市吧。你和杨洋一起逛超市，总是恨不得把超市都搬回家来。心情不好的时候去逛超市，一顿买，感觉心情能好很多。说你和杨洋是馋猫，还不肯承认。姐，东西我都放好了。战印，辛苦你了。姐，以后有什么重活，你尽管打电话给我，我随叫随到。也没什么重活，天气冷，喝杯热水再回去吧。战印看着海童，等着海童说话。海童不说话，直接进了屋。战印站在原地，感觉很失望。不过海童很快就从房里出来，手里多了一只玻璃杯。他端着那杯开水出来后，快速地走到茶几前，连忙放下。姐，我先回房休息，明天要去开店。说着，他扭身进房去，看都没有再看战印一眼。战印，彤彤给你倒好了开水，你还不喝了暖暖身子。战印端起那杯开水，不到1分钟，他赶紧放下，太烫手了。想到海童端出来的这杯开水那么烫手，他都没有打破杯子，主要是想让他喝了开水暖暖身子。他并非像他嘴里嚷嚷的那样无情。这样想着，战印心里好受了一点。姐，我先回去。路上开车小心点。战印没有回别墅里，而是回到明苑花园，看到海童并没有把他所有东西都拿走，战印的心里好受了点。彤彤，我会用实际行动来向你证明，往后余生我不会再骗你。要是我再做出欺骗你、伤害你的事情，我允许你1年不理我。1年有点长，3个月吧，还是1个星期吧。你1天不理我，我都疯；1个星期不理我，我能更疯。惩罚度很重的了。彤彤，我以为你还要休息几天，赚钱重要一点。这才是我认识的海童。战先生后来有没有去打扰你？你觉得以他的性格，他真能做到让我冷静几天吗？做不到，只要他不像最初那样过分，提醒你、软禁你，就睁只眼闭只眼吧。战先生也就是太过紧张了，害怕失去你。总算开门了。海童，志明、志文，把我给海童带来的家乡特产搬进去。海童，爷爷给你带了点我们家乡的特产，你不要嫌弃土。
家乡味十足的。你爸妈活着的时候就很喜欢吃的。谢了，我想吃，我会回去自己买。海童，你奶奶身体康复的不错，我也不用守着她了，以后爷爷过来帮你收钱吧。爷爷年纪大了点，帮不了你其他忙，收钱还是可以的。对了，我和你叔叔伯伯哥哥们匆匆赶过来，还没有吃早餐，你这店里有什么吃的吗？给我们弄点，或者帮我们叫外卖。爷爷，我已经叫了外卖，很快就能送到。叫外卖就叫外卖吧。海童，你等会儿给钱。谁叫的外卖谁给钱？海童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我们都放下来，别老是记恨在心里头。怎么说，我都是你的亲爷爷，我们也愿意向你赔礼道歉。你想让我们在网上公开道歉，爷爷让你二哥写道歉信了，很快就会在网上公开道歉的。误会解开了，我们还是一家人。你如今也发达了，你老公家里那么有钱，1000亿豪门呐。你跟你老公说，不要再报复整治你的叔叔伯伯堂兄弟们了，让他们能继续做生意的做生意，上班的上班。你二哥可是公司高管，年薪100万的，因为你失去了工作，原本该让你赔偿他的经济损失的。考虑到你们是兄妹，赔偿就算了，你让那个大表哥让你二哥回到原来的公司里继续当高管。你那么有钱了，请我们吃早餐也费不了你多少钱，连你跟汗毛都比不上了，就别那么小气斤斤计较的了。对了，我那孙女婿呢？我一见我孙女婿就觉得他非池中之物，绝对是人中龙凤。哈哈，海童，你有眼光。听说你老公底下还有8个堂弟，你能帮你表妹堂妹们牵红线吗？让他们也嫁进战家去，你们都成了战家的少奶奶，爷爷就算是死了都能笑得诈尸回魂。海老先生，你以为战家是谁都能嫁的？海童无父无母的都能嫁入战家当大少奶奶，我其他孙女外孙女都父母齐全，家里条件也不差，难道不比海童好？他们怎么就不能嫁入战家了？海童，你爷爷说的对，俗话说上阵父子兵，打虎亲兄弟。你帮你堂妹表妹们牵线，让他们也嫁入战家当少奶奶，有他们帮着你，你在战家就能稳坐大少奶奶之位，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。简直就是白日做梦，痴人说梦话。门口在那里，请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。海童，你让我们走也行，先给我100万，我马上就回老家去照顾你奶奶。你要是不给我钱，我现在带着他们去你老公的公司去闹，哪怕要不到钱，也要闹得你没脸，闹得你成为笑话，以后在婆家都抬不起头来。海童扭头就去了洗手间。海志文他们见势不妙，马上跑出了书店。海童拎着一桶水出来，就朝海老头倒泼过去。海童，海老头感觉自己大家长的威严受到了挑战，暴跳如雷，口吐芬芳。我的祖宗18代，难道不是爷爷的祖宗18代？爷爷把我太爷爷都骂了，不怕晚上太爷爷回来找你算账？我告诉你，在你当年拿走我爸妈的死亡赔偿款，赶我和我姐姐出门，不让我们回去祭拜我父母开始，你在我眼里就不是我爷爷了。少在我面前端爷爷的架子，钱1分没有，命有1条，你敢拿走尽管来拿。你等着等着，我去你丈夫的公司里闹，跟他要钱，他不给，我就去你婆家那里要，闹得你没脸，闹得你婆家看你不顺眼，把你赶出来。不用你去我的公司，我就在你后面。低沉冰冷的嗓音响起，海老头扭头一看，见是战印，而他带来的儿孙们全都被战印的那些贴身保镖挡在了外面。孙女婿，你来了，你快管管你老婆。你看看海童一点都不知道尊老爱幼，这没有爸妈管教的孩子就是没有教养。你是大少爷，你们家肯定很讲究家教的吧？他这般没有家教，你赶紧跟他离婚，不离也要狠狠地管教他，说不听就打。女人不打不听话，以前他奶奶也不听我的话，被我天天打一顿，就什么都听我的了。孙女婿呀，海童把我的衣服都泼湿了，你看看给我点钱，让我去买几身新衣服换上吧。战印冷冰冰的样子让海老头是打心里颤了颤，但还是厚着脸皮说了一连串不要脸的话。海童气得提着水桶转身又进洗手间去，再次接来了一桶水。彤彤，一桶水很重的，让我来，这种粗重活你别干，只要你吱一声，我帮你干。海老头岂肯再被淋一身水，撒腿就往书店外面跑。